什么是 ChatGPT？ 我也和 ChatGPT 聊了聊，所以呢，我们这一期就为大家带来方太诺版的 ChatGPT。我们就简单谈谈 GPT 的技术和它是怎么诞生的。那一句话总结呢 ，ChatGPT 就是一种爆发增长的基于最先进、最复杂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的聊天机器人程序。我们就一项一项来看，先看它的爆发增长。首先，它的用户增长非常的猛啊，上线不到1周，用户量就突破了100万；上线2个月呢，月活用户就突破了1亿，成为了史上用户量增长最快的产品。业内大佬这么评价它，黄仁勋说呢，ChatGPT 是人工智能的 iPhone 时刻。埃隆·马斯克说呢，它好用到可怕，我们离危险的人工智能已经不远了。比尔·盖茨说呢，这样的聊天机器人的兴起与这个互联网或者 PC 的发展同样的重要。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最先进、最复杂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GPT。那 GPT 这个词儿的全称呢是生成式预训练变换模型，它是由 OpenAI 提出的一类自回归语言模型。这些名词你估计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学。这生成式，它是指呢，我们 GPT 是一种用于生成自然语言的生成模型。那在统计学中呢，生成模型有一个功能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它是可以描述 x 和 y 同时取某些值的概率。那在我们这个 GPT 的情况里，就是前文 x 和被预测单词 y 同时取某些值的概率。那比如说呢，我要让 GPT 帮我写一个自我介绍，说我是猪，那我们这些聊天记录，还有它生成到我是这之前它生成的所有的内容，这些都是前文，对吧？那它要预测的下一个单词是猪。那下一个单词是猪和这些前文同时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对吧？是这样 OK。 然后 P 预训练，它是指呢 GPT 是一种预训练系统啊。预训练它把人工智能的训练分成了2个部分啊，2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先让模型在一类通用的任务或者通用的数据集上去进行一个初始的训练，当然这个训练量通常来讲非常的大，然后再针对具体的不同的任务去做一个专门的2次训练。那这个初始训练的过程呢就被称为预训练，那这个2次训练的过程呢被称为微调。那我们 ChatGPT 呢，就是 GTP 先在大型文本语料库上进行这个没有人类监督的预训练，来掌握这个语言的规律啊。然后我们 ChatGPT 再针对聊天任务进行微调 ，OK， 预训练加微调。GPT 的巨量的预训练保证了这个 ChatGPT 的良好的表现啊，所以说呢，预训练是 GPT 的核心特点 ，OK。T 变换模型，它是指呢 GPT 是基于 Transformer 变换模型开发的。那 Transformer 呢是谷歌在2017年推出的一个深度学习模型，已经成为了自然语言处理的首选模型。那么 GPT 是不是也是一种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啊？那 Transformer 它的主要优点就是通过自注意力机制同时处理给定序列的各个部分。那我们文本是不是就是一个有序的序列？那它这种同时去处理文本的各个部分，而非逐字逐句的顺序处理，这种是不是就大大提高了它这个训练效率啊？那这种变形处理的能力呢，就让大规模的预训练成为了可能。所以就是这个发明之前，你不太可能发明什么预训练系统啊。这个发明导致了预训练的发明，可以这么说。然后什么是自注意力机制啊？它是一种计算序列中各个元素它们相关性的一个方法啊。那 GPT 呢，就是通过 Transformer 的自注意力机制找出重点，给文本的各个部分进行加权，就它自己去划重点，自己去加权 ，OK。然后呢，我们来看自回归，这个是指呢 GPT 是一种自回归的语言模型。那统计上的自回归是一种时间序列预测的方法啊，它利用同一变量之前时间点的值来预测这个变量当前时间点的值 ，OK， 也就是用自己预测自己啊。那 GPT 中它的自回归就体现出每生成一个单词之后，就把这个生成的单词再次作为输入传入模型，再生成下一个单词。这也就是它的结果为什么是逐词出现的啊？它是用自己生成的数据来预测自己啊，所以它也算是一种自回归模型。然后我们来看无需人类监督的预训练，这个其实就是在说 GPT 的诞生史了啊。2018年的6月呢 ，OpenAI 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通过生成式预训练改进语言理解》，这里面介绍了 GPT。那当时这个自然语言处理模型主要采用监督学习的方式啊，也就是需要大量的人工标注，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那人类监督的这种高成本和低效率，是不是就限制了这类模型的发展呀？那我们 GPT 呢，采用了不一样的方式啊，它在预训练的阶段直接使用未经标注的语料库进行无监督的训练，就给它一堆文本没有标注过，自己去看，自己去找规律 ，OK。后续再针对不同的任务进行有监督的这个训练，比如说我们 ChatGPT 是吧？后续再根据这个聊天任务去进行这个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 ，OK。监督学习是什么？它是一种机器学习方法啊，通过观察经过标注的这些例子，掌握规律，然后预测你给定输入它对应的这个输出。强化学习呢是另外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啊，是他自己去环境中摸索什么样的行为是能实现奖励的最大化。那我们 ChatGPT 它是不是就有一个点赞和一个点踩的按钮啊？那它这个强化学习呢，就是没有人类标注，但是有人类反馈，是人类去给它反馈你的这个结果，我满意了我点个赞，我不满意了我点个踩 ，OK， 这个是它的强化学习。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不同版本的 GPT 啊，那也是 GPT 的一个发展史。
18年的是 GPT-1 啊，它有 1.2 亿个参数，它读了7000本书。那19年的是 GPT-2， 它有15亿个参数，它读了这个800万份的文档和4500万个网页，那这个效果其实已经就不错了。那2020年的是 GPT-3， 它有1750亿个参数，那它是读了 GPT-2 所有的资料，并且读了2个不知道有多少本书的数据语料库，还有英文的维基百科，还读了这个数十亿个网页，是吧？这个量非常非常的大。GTP 3.5 是怎么回事呢？它其实就是 GTP 3的一个更新版本啊。它在2022年3月发布的时候还叫这个 GTP 3，过了半年，它为了这个方便推广、方便营销吧，管它叫这个 GTP 3.5 啊。它相比我们之前的这个 GTP 3，它这个数据更加的新了啊。截止到2021年6月以前的这个训练数据它都有。GPT 4它暂时还没有公开，但是 OpenAI 和微软已经在用了。据说这个 Newbin 就是构建在下一代 GPT 模型之上，所以呢大概率就是 GPT 4。前2个部分就说完了，相信你已经知道什么是 GPT， 什么是 ChatGPT 了。那接下来第3个部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I 时代我们要怎么面对啊，讨论一下这个。那第一个我想说的是用好 AI， 其实每个人都会用差不多的工具，就比如说过去每个人都有电脑，但是总有一些人会利用的更好，那未来这个工具可能就是 AI， 对吧？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从技术上来说 ChatGPT 它的核心功能是像人类一样聊天，比起说的正确，它更看重的是说的像不像人，以至于它常常给出一些特别离谱的回答，或者这个外行看来带有误导性的回答，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内行一看就不对。然后我们其实可以一定程度避免它的问题，那我找到了一个使用技巧，就是在跟他聊之前给他甩一些参考资料让他读，他读完我们再聊，然后人机结合效果更优。那比如说最近2期的文稿，那我其实已经就是让他再给我提意见了，那他经常可以指出我考虑的不够全面的地方，那参考他的意见，我确实可以把文稿写得更好。然后动机和目标，这个是我眼中人和 AI 本质的一个区别啊。就 AI 它能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但它其实不会主动的去做什么，仍然是需要我们人类来给它提供动机和目标。那比如说我们这一期的封面的背景图就是用这个 AI 生成的，它能够生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图片，但是它不会主动的想要去生成这样的图片啊，仍然是我想要这样的图，然后它去生成。OK， 那就是这样就没了，你明白了吗？ Fong Channel